大家好，我是大伟。孩子的个头偏矮，家里面人就会特别的担心，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发现同学的个子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心里面更加焦虑了。其实不必这么焦虑，我们一般来说身高它是有遗传的，60%它是靠遗传，40%呢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后天的点点滴滴，我们说分为哪几类？一个是运动类，一个是饮食类，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就这3大类，自己找原因嘛。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我们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一般来说，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他遗传的话，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限他如果说接近他的上限，那孩子长得就快；如果说他正好是接近下限了，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那么后天的这里呢，我们无非是3种。第一种就是饮食，饮食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蛋白质咱们要多去补充。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你捏一下，这个里面就有角蛋白身体当中，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它就需要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孩子是不缺蛋白质的，就是看他肯不肯吃。很多小孩子他是不肯吃，他挑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家里面人就要多费一些心，把这个营养弄得均衡。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肉奶蛋，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同时呢，要配合这个碳水化合物。什么叫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这些精粮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都要搭配在一起去吃，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这样的话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一般来说，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后面2位，这2位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上面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运动普遍较少，而且有的孩子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他抱着一个手机，他就不愿意运动。这个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孩子的运动他是天性，一定要让他多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呢，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反之，有的小孩他的身体自小来说就相对于弱一些。你让他去运动，他运动只要一过量接着你看就3-5天就不对劲了。然后呢，你就紧接着家里面人就跟着后面忙，后面也不敢让他吹风了。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你记住了，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就去做跳高训练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让他去摸每天跳多少下。同时呢，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什么叫折返跑？比如说我们的客厅让他从 A 点跑到 B 点，再从 B 点摸一下地跑到 A 点，就这样反复的去跑一会儿，他心跳上来了就累了以后就是消耗完了以后，原来还挑食的，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进去。同时呢，还可以让他做什么？就是深蹲起跳，让他慢慢的蹲下来往上去跳。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运动，都是让你的骨骼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骨骺进行充分的刺激，它才能更好的长高。所以呢，我们骨骼的结构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棒的。在竞技上面的运动，比如说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的站在那投篮，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比如说跑跳包括跳绳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在家里面都能去做。然后呢，运动这一块的话，大家家里面做功课就行。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睡眠。睡眠这一块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你看，我们管得了他白天，管不了他晚上。有的小孩是什么？这个地方经常痒了以后呢，就感觉难受，一难受好了，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他这个质量它不达标。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比如说生长素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所以在睡眠当中，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把这个灯给他关掉。第二个，让他的睡眠要让他怎么样变实，不要让他那么虚。有的孩子他自己小的时候小孩子他也会烦，他会烦他的学习，他会焦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家长不要对他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给他很大，
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他一焦虑了以后，有的时候啊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让他好好的睡觉，同时夜里面啊没事的时候多观察观察。比如说，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你要及时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发现呢，我们就要及时。然后同时呢，你要记住，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你一定要什么呢？要让他放松心情啊。他这里紧张，你在这里在催着，他就会更紧张。一紧张了以后，晚上好了7、8个小时也睡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你后面的运动、后面的饮食这些东西啊，就通通的就白费了。为什么？因为重要的这个生长素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啊，你晚上在睡觉之前给他的头这个地方百会啊，轻轻的从上向下摸100下，每天100到200下，从上到下摸到啊他的大椎，从百会到大椎轻轻的摸，他就睡着了。这个啊是针对10岁以下小孩子的。那10岁以上呢？10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他懂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就会去做。但是咱们道理啊要讲给他听。有的朋友会说，老师，我的小孩子啊17、18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呢？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小孩子他一旦骨骺闭合了，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过了就没了。他骨骺一旦闭合了，就长不高了。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你们提前就观察，做好准备，以后孩子啊，未来就能多长2到3厘米。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糖高了以后啊，不免心里面就一阵焦虑。空腹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饭后的时候有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就发现自己的数值啊居高不下。有的时候啊不放心，自己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看到照片，哎呀，心里面避免不了一阵担忧。那么糖高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道家的斗功，帮助你把它拉上来。道家的斗功叫做什么？叫做百念不如一斗。这个斗功啊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咱们糖高的人啊平常去练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说，大伟，我平常啊每天运动个30分钟、50分钟行不行？我的回答是说行。你记住，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运动。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答案要去运动，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运动累。你坚持30分钟，坚持50分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天天去做。而且很多人运动啊，他对场地有要求，他没有这个条件啊。比如在小区里面啊，有很多的车在那边走啊，在这个操场啊，一下雨啊，刮风下雨啊，又影响出行，2、3天一中断，自己啊就不想去练了。这个没办法，每个人啊他都是有一定惰性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道家一些古人啊就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融入进去了。所以呢，斗功它对场地是没有要求的，而且你在抖的时候，每天啊2到3分钟就行，保证了时间短。时间短并不代表着它不好，而恰恰是因为时间短，它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糖啊给它去化掉啊。所以呢，你去跟着我练一练，坚持一个7天，你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斗功是有要求的，手上要向内打转啊，就这么向内打转，你们每天跟着去练。记住，很多朋友在这里啊，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特写啊，不给大家全身的？因为很多朋友会做反，他向外去打转，这样不行。斗功啊，身体坐直，手就要向内去转啊，这么去转。转着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手就像鞭子一样，你看挥打出来，这么去挥打出来。你要找这种劲啊，把这个抖劲给打出来。为什么？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参与，其实你的很多肌肉是参与在里面的。你肌肉在参与，它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就是糖。啊，我们把这个动作练好，慢慢的晃一晃，感觉这个手每抖出去一下，有一个劲打出去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全身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腿部的动作。腿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站姿啊，腿不要完全并拢啊，微微的分开一些就行。微微分开以后，你看侧面看一下，正面看一下啊，这个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的膝盖啊，来回的，你看来回的弯曲，轻轻的弯曲啊，就这样。你先保持住，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加快，
你会发现，当你的频率加快以后，身上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抖起来了。看到没有？你看我的手放松，在下面就开始晃起来了。这个就是抖功的精髓。慢慢的，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个频率，手有抖动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 OK 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膝盖有伤害啊？你放心啊，我们在做的时候慢动作演示，它对膝盖没有伤害的，因为你整个做的时候，你的膝盖虽然在弯曲，但是它的角度比较好。二个就是说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受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只要感觉到身上有微微抖动感觉的时候，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觉到腹部也有微微的抖动，这个时候频率就够了，是个适合自己的频率。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手参与进来，手怎么样？手和腿要搭配起来，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些，慢慢的把手抖起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手上，手上这个劲啊，要把它打出去，手上的劲把它打出去以后，腿上来回动啊，从正面看一下。手放松，身上放松，来回动，来回动，慢慢的，你这个整个力量就开始贯通起来了啊！做起来以后就不费劲啊，非常的简单。看起来是在扭啊，你看起来我是在扭，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啊，浑身都在抖，浑身都在抖，这就是道家的抖功。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很轻松啊，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你对你的协调能力啊是一种考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习惯，慢慢做完以后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抖的时候，你看这个抖的时候频率只要快一些，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每天就这样抖，抖着抖着身上就开始发热。很多朋友啊，经常啊，你看到了这个夏天，手和脚还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整个循环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啊，咱们在家练一练，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这个心跳啊，比如说我抖着抖着，我开始喘了，怎么办？我就慢慢的去做，然后这个心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速度变快一些，就这样去抖，每天多抖一抖，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坚持7天到14天，就会发现不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的人啊，现在可以说是太多了。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到晚上啊，头就开始炸了。为什么？到了晚上以后，自然就要睡眠。年轻的时候啊，可能眼睛一闭一睁就到天亮了，而年龄大了以后啊，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睡不着。有的朋友啊，这个脑子当中啊，不断的去播放这个小电影，一直啊就停不了。有的朋友嘛，眼睛一闭就开始想事情，想着明天准备什么事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这么想着，然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要知道，睡眠不好对于我们无论是身体上面还是精神上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身体上面就不用说了，一个人如果拥有好的睡眠，他的身体啊自然而然不会太差。而一个人如果说睡眠都不好，我们的整个里面的合成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眠不好意味着你里面的一些坏的东西就出不去，好的东西呢也没有办法合成出来。所以睡眠不好，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差，而精神上面呢是更加复杂。睡眠不好，最受冲击的就是我们整个总司令。你会发现啊，睡眠不好的人很容易丢三落四，讲话的时候啊，这个逻辑思维啊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容易记忆力啊时好时坏，这都是睡眠不好。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咱们很多睡眠不好的人啊，听到我讲的这些话可老有话题了，非常的共情，因为他们啊自己就这样。其实呢，在很早之前啊，我就去拜访过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啊，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啊，80多岁，可以说是神仙伴侣的。基本上从院上退下来以后没什么事，就是种种花养养草，而且平日里面最喜欢去研究一些古籍当中的一些内容。他们两老啊是基本上没有失眠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个小法宝。是什么法宝？就是一种香味儿。哎，你没有听错，一种香味儿。在以前的这个书籍当中就记载着一种方法，叫做闻香疗法。什么叫闻香疗法？就是这个香味啊能开我们的一个窍，香味可以
不通过我们的整个这个系统啊，脾胃系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精神类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香味特别是对上去了。说到这里啊，我感觉很多朋友听完以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什么香味，什么精神上面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当你瞌睡的时候，咱们都有瞌睡的时候，你闻着一些辛辣的一些物品啊，你会发现，哎，精神头一下子就起来了。特别是有的朋友啊，就是经常开货车的这些大车司机啊，他困着以后啊，他有的时候拿着辣椒就往鼻子这边是吧，钻一钻，闻一闻，哎，他一发现，一闻，哎，发现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那么，如果说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啊，就当你很烦躁的时候，把你去放在一片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叫做什么？古语当中啊就写得很明白，叫做闻辛，辛辣的辛，而精起来了。闻香而静，你看短短的这8个字就把闻香疗法涵盖在其中了。这对老夫妻，他不仅啊对这个香味啊非常的痴迷，而且呢还钻研了古籍。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就是由4味中草精华组成的。这种独特的香味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你只要一闻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啊，它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整个大脑当中就会顺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这个香味啊，我还查了大量的这个文献当中都有写明白，这个香味啊，它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啊去更加容易分泌一些让我们睡觉的一些物质，所以呢，你闻着这个味道，哎，人就静下来了。那么这个4种是什么呢？其实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是檀香、合欢花、夜交藤、薰衣草，就这么4样。把它1比1的磨成粉末，装在香囊当中，它们之间混合而散发的这个味道，就能让你安静下来。而且呢，你经常闻着这个味道以后，它不仅能让你安静，在睡觉的时候更容易，同时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你在晚上睡觉过程当中啊，还会让你的身体啊，就是更加容易的进行修复。说白了，就是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变得更久。我当时呢，从这对老夫妻当中啊，就拿着了这几个香囊，我把这个香囊呢也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获取。这个香囊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依然能闻到里面的味道是非常浓郁。这个香囊当中装的就是这4样啊，我们讲的这个薰衣藤啊、合欢花、夜交藤啊、这个檀香这4样。那么它们混合出来的味道啊，是淡淡的清香，带着一些中草的味道。然后你闻着以后啊，你像现在我闻着以后，慢慢的只要眼睛一闭，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而且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啊，就把它放在床头。有的朋友啊，原来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哎，闻着这个香味以后，一会儿就静下来了，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这种纠结，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啊就睡着了。这个香囊呢，其实用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准备3到5个，就放在床上的一个床头放一个。我们的枕头旁放一个，然后呢，床上的这个高处的，比如说衣柜，我们悬挂一个房间里面3到5个，只要让这个房间当中形成了这种中草的清香味，你每天进入到房间当中，整个人心里面啊心情都会好，心里面啊静静的。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家人朋友们了，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有的朋友啊都是5年10年的，说大伟啊，感谢你啊，这个方法真的是我好久没有尝试过睡得这么香了。而且呢，我自己啊去用的，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会带上一个智能手表，手表呢现在它上面有个功能，就是检测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我发现我如果说不用香囊的话，深度睡眠的话，大概在每天晚上3个小时；如果用上香囊以后，大概能到4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将近增加了25%到30%，你们自己去用一用就知道。这个老夫妻啊，就是凭借着这个香囊，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你看，现在80多岁的年纪的思维非常清楚，一说话一点都不含糊，整个脑袋当中啊，这个记事啊都是非常清楚，逻辑思维能力啊非常清晰。其实就是归功于他们的睡眠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法宝。那么这个香囊的用法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你自己也想试一试，但是没有时间准备的话，就直接在下面的橱窗获取这个睡眠香囊，每天晚上就带在枕头边，睡着闻着这个香味就行。
行。咱们一定要记住啊，有的时候方法真的是大道至简，方法用对了，很多一些问题啊，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一觉睡醒以后啊，就发现手上仿佛很多只小蚂蚁在爬，麻麻溜溜的。有的朋友还会莫名其妙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这个手上啊，就是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非常的让人难受。而且手上有的人还没有力气，一年四季就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冰冰凉凉的。有些人啊慌了，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呢，在这里啊，我分享给你一个方法，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去尝试一个2到3天，其实你今天跟着我做完，你应该就能感觉到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怎么去做呢？我教你3个点，我们分别是2拍1推，你记住这个口诀就行。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点，第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位于我们的手肘。我在这里啊，给大家画一下，画出来给大家看。你看啊。手肘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叫肘横纹。那么肘横纹呢，我们在下方啊，你看大约2个手指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这样往前去推，看到没有？跟着这个箭头走，往前去推。怎么去推呢？大约这个位置多长呢？你都没说，对不对？有人说老师你讲的不好，其实很简单，等身寸的就是你大拇指的长度，用你的大拇指，你看这样直接就贴在我们的肘横纹上，然后呢往外1个手指、2个手指，到了第3个指位，我们压住往前去推就行。这个非常简单，我再给大家讲一遍。你看，这是我们的肘横纹，我们第1个大拇指的宽度，第2个大拇指的宽度，我们在第3个宽度第3个大拇指宽度按住了以后就往前推就行了。这个推的一个发力技巧啊是非常有讲究的，是怎么发力呢？你手整个大拇指压上去以后，然后压住了往前推。你看像这样啊，压住了以后往前推大家可以跟着我去做，你们找好位置就跟着我一起来，压住了往前推，你一定要推着里面往前走。那么在做的时候，你当场就能感觉得到什么感觉？手上发热啊！你在往前推的时候，就能发现一阵一阵的热流会被你推着往前涌，而且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发现里面哎呦呦的、酸酸的，还有的朋友感觉里面紧紧的，都是正常的。我们讲开关，什么叫开关？开的它就是通的，关的它就是堵的。就这样去做一个30下左右你们20下也行，50下也行，根据自己的感觉来。你感觉这个地方推起来没那么酸了，就可以了推完以后，有的朋友发现手活动一下有力量了，然后同时手肘活动一下灵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推我们的手肘，把这条线给记住。同时呢，一个推法讲完还有2个窝，第一个窝是哪里？依然是围绕着我们的手肘，肘窝这个地方你看手一折，这个地方像个窝一样肘窝。怎么去做？用你的手掌心这个地方对准着我们的肘窝，你看对上去以后，很多人原来是这么拍，你不要这么拍，你用我的方法，指尖朝下指尖这么朝下，朝下了以后这么去拍这么去拍，我做一下给大家看就这么往内推，2个手轮流发力，你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手掌去鼓掌一样，就这么去拍。每天拍多少下？50下到100下，左手拍完交换右手。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手这个被拍的手指要朝下，你不能这么拍，不能这么拍手指要朝下，一定要做好。然后呢，这个手也可以去拍这么去拍，2个手50下到100下，做完了以后手上再握一握，会发现手上又热了，而且很多人拍着拍着额头后背都出汗，特别是很多朋友这个新宝宝这里平常不是很满意的，工作能力不强的，你就要多拍一拍多拍一拍。然后呢，一个窝讲完了，还有第2个窝是哪里？我们的胸口。胸口去拍的时候是握空拳这么去握住了以后，你看1、2、3、4，拍在哪里？就拍在我们的胸口上你看就这2侧，你看在我们的肩膀下方这个地方，1、2、3、4，身体摇晃着轻轻拍就行，多少下？50下到100下，把这个地方给拍开我们这样的话就连成了一条线，
从上到下的这条线，你把它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转的速度快了，气血循环快了，非常的棒啊！咱们这个动作好好的做，把这个动作学会。咱们一推两拍这套方法，你把它收藏下来，因为你看里面的细节还是蛮多的，我担心大家以后记不住。同时感觉好的，你把它收藏以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动动您的贵手，打上有用2个字，就能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重的人可以在夏天晒太阳吗？最近啊，咱们小区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就是我发现啊，本来我是上楼去晒被子的，发现一群大爷大妈就背对着太阳在这晒。我是早上10点钟上楼的，然后发现他们大爷衣服都脱掉了，那大妈呢穿着衣服，头上裹着一个毛巾，就把背对着太阳。我就感觉这个状态啊非常有意思，我就上去打趣说：“你们在干嘛？”他们呢就说在做天灸。什么叫天灸啊？就天上的这个天火啊，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水气啊给它排出去。而且呢，很多人晒完以后啊，说面色啊发红。这个呢，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古法当中啊，我发现特别有意思，而且很多人夏天这么去做。咱们今天啊，就拿这个做一个话题，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常年被湿气缠身，有的缠着5年，缠着10年，缠着15年的都有。而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特别想把这个难缠的湿气啊给它抛出去，因为这个湿气啊，只要缠着你就太糟心了。有的朋友啊，感觉浑身重；有的朋友啊，他湿嘛，聚多成痰，他聚在这儿或者聚在大腿上面，你就会发现白白泡泡的一团肉。而有的朋友啊，这个湿啊是聚在脾胃当中的，上下两头，比如舌头啊发白，两侧有齿痕，这个中间啊有的朋友是白的，有的朋友是一条裂痕啊，舌头胖大，厕所呢上起来以后啊都黏黏糊糊的不成形。这都非常的多啊！只要湿气啊，它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而且它逗留的地方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你在这个春夏之气，很多人都知道利用这个季节，想把自己的身上的湿气去干净。你就要知道啊，古人为什么把湿叫做湿啊？你看这句话说的看似有些多余，其实不是的啊。古人呢，刚开始啊，他不是把这个东西啊定义为湿气的，而是不知道叫什么。因为呢，他感觉这种东西啊，它像水一样，然后缠着你，但是没有取好一个名字。后来呢，据记载啊，有一个人啊，他穿着衣服很多，突然掉落在水中，被这个撑船的人啊把他捞上来了。捞上来以后呢，这个人呢，正好呢，他懂得一些这个医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呢，捞上来以后，他发现身上湿湿漉漉的，缠着这个衣服啊，缠在身上，这个呢，就和他在学的这个湿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他说我身上啊当时很湿，这个衣服粘在身上又重又沉，而且这个水啊往下走特别的凉。他这么一想，那以后不如就把这个叫做湿气吧。所以后面湿气啊就慢慢的流传开来了。那么既然讲到了湿气，他就想到了说，那既然身上有湿，那自然要请天上的火来把它请出去，这就有了什么叫做天灸，也是这么来的。所以后面就越传越广，越传越广，慢慢的很多人啊就拿着一个被啊晒着被啊去在背上去晒。其实这样有用吗？理论上来说是有点用的啊。那很多人说我出了大把的汗啊，我的湿啊就排出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记住啊，古语当中有记载，因为随着这个年代一点一点的往后，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发现这个湿啊是在体内的，而天火呢，它并不能把体内的湿完全的去干净，而只能把你的寒啊往外请一请。所以呢，后面慢慢的发现，原来湿气的泄口啊，并不在背，而是在于足。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散，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消。这句话就充分的讲明白了涌泉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到后面慢慢的，我们很多人啊，由后面的背啊转为了我们的足底涌泉。涌泉就是一个大泄口。再到后面，古人越来越完善，他发现了这个湿气啊和阳气啊，它是对立的产物。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你的阳啊就消，湿气重啊，
把我们的这个太阳啊挡住了，遮天蔽日，它就会越聚越多。而当我们的太阳出来了以后，阳气上升了以后，你的湿湿水水它藏不住了，就慢慢的烟消云散了。所以后来，你看非常聪明啊，它就不是去专门去祛湿了，而是去生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是4个字，叫做扶阳祛湿，而很多人只听了后面2个字祛湿，这里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先扶阳后祛湿，阳上来了，湿自然就没了。所以呢，我们师门当中啊，继承了这种扶阳祛湿的一个概念，在夏天的时候找准这个窗口期，就在我们脚底的涌泉上面用上7味扶阳七君子，用完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你会发现方法用对了以后，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现在呢，我把我们自己师门当中用的方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施足贴，是我们师门当中的，你在市面上面是找不到的。这盒南施足贴啊，我分享给了很多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而且很多人被缠着5年、10年、15年甚至更久的，都开始笑嘻嘻的。为什么？因为就上面的写着扶阳七君子，我读一下你就知道啊：脑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啊，就这么7样。这么7样组成这么一片小小的足贴，这个小小的足贴啊，来头可大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咱们就把它贴在足底的涌泉之上，然后睡醒了以后，你就把它撕下来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749天，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对这个南施足贴这么了解？首先，它是我们师门当中的，我们师门当中对选材、对用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但凡是需要古法传承的这种制法的，我们都会一丝不苟的把这个制法，无论再复杂，都会按照这种制法去做。同时呢，我自己啊，有段时间也被湿气啊缠住了。那段时间啊，我自己是感觉到浑浑噩噩的，每天就是2个字，一个是累，一个是懒。累是什么？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就感觉特别的累，整个人啊感觉特别的沉，特别的重，而且我每天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不想起来，这就是懒啊。为什么？一天要睡上10个小时，原来一天就睡7个小时，后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搞的，被湿气缠住，一天10个小时，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就是你哪怕你睡不着，你也不想动，起来了以后头上就像压着大石头一样沉沉的。好了，那段时间以后，我赶紧找我师兄把南施足贴啊寄给我。我用上了以后，我发现第一天我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啊都惊讶到了，上面是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就是我脚底当中的湿和寒。这些东西都是从涌泉当中请出来的，因为这个足贴啊贴在足底的涌泉上，我连续贴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上面在撕下来的时候颜色一天比一天浅，直到30多天左右的时候再撕下来就开始没有太多的污渍，而且上面是清清爽爽的，没有那么的黏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南施足贴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老粉丝朋友们，他们有的用完了以后拍照给我看，有的直接是用了30多天以后说老师你这里还有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南施足贴他们自己用完了以后竖大拇指，而那些发过来的图片我一看，哎呀，一个个都是惨不忍睹啊，不敢说啊，但是用完以后，后面慢慢的颜色变清澈了以后，他们自己能感觉得到，颜色浅了以后，逐渐的就有力量了。所以呢，无湿一身轻也是这么来的。湿气重的人啊，你记住，夏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它是一个窗口期，在夏天的时候做好扶阳，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涌泉的口打开，让湿气流出去。这个时候方法用对了，你会发现原来难缠的一些问题也没有那么难缠了。我把这个南施足贴就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可以看下面的橱窗进行获取。夏天啊是1年1次，今年过后就要等到明年，所以在夏天这个时间当中啊，咱们不要去错过。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